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简单的看一下我这5颗蝴蝶兰它们的一个换盆。那跟换盆过程中我怎么样来考虑它们是不是应该换盆，也看一下它们的根系，还有呢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对它们做的一些种植方式上的改变。这5颗蝴蝶兰里面呢，有1颗是原生种，另外4颗呢都是2个原生种亲本交配出来的子代。这5颗兰花呢，我都会把它们用介质的半水耕方式来种植。那在针对兰花出盆将兰花换介质或者是改变种植方式的时候呢，有一些考量因素。那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季节上的考量。像我呢，一般来说冬天除非是紧急状况我不会对兰花做任何的耕动，不会将它们取出盆。那当时在做这个兰花换盆换介质的换种植方式的这个动作呢，是在于我这边夏天的时候做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常常我收到的问题是，兰花正在开花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对它换介质？答案其实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但是可能还是有兰友就是错过了我那个分享的讯息。其实没有不可以，但是你要能够接受一个风险，那就是兰花正在开的花它提早凋谢，或者是呢还没有开的花苞它就直接枯萎掉苞的可能性。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那你要去动兰花，要去耕动它的一个种植方式呢，其实是没有人会拦着你的，但是你要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风险就没有问题。那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这5颗兰花现在目前都被我正在泡着水。那原因是在于兰花就是种在这种水草水苔的兰花在换盆之前我的习惯都会将它们泡得非常非常的湿。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呢，因为水草很湿的情况之下，你比较容易能够因为它会变软，那你就比较容易能够将它跟根系分离然后呢，因为太干的情况它会变得脆脆的，有时候粘在根系上面比较不容易清除。那它湿湿的情况比较容易摘除之外呢，当你在用莲蓬头或是比较强的水去冲洗根系的时候呢，那些兰花的细小的屑屑夹在根系附近的这些屑屑也比较容易被冲得掉。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本来我想要在影片的后面一点才说，但在这边跟大家先说也无妨，就是在他们泡的时候呢，也是同时在帮兰花浇水，那让他们能够吸饱。原因是因为在我将兰花移到介质半水耕的种植方式的头2个星期一般来说呢，我是不会浇水的这样子也提供兰花一个比较干的情况之下来适应这一种新的种植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很快速的看一下这5颗兰花泡过水之后它们的一个根系状况。这一颗呢是一个象耳蝴蝶兰跟 Violacea 的交配种，根系其实相当的不错。那这一个呢是象耳蝴蝶兰跟贝丽娜的交配子代，根系也还算可以。再来的第3颗呢就是原生种了，它是2个贝丽娜不同种不同品相的贝丽娜的一个后代，根系也是相当的健康。再来呢，这个是 Sweet Memory M， 这个呢它的一个亲本是2个原生种的交配种再交回去 Violacea， 它根系也是相当的不错。不过你可以看到它杯底有一点点发霉，所以也是出盆的好时机。
当我把所有的这个水苔都移除之后，也把兰花根系冲洗干净之后呢，其实啊，我会把它们做几个动作哦。第一个，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它们就是静置在一个桌面上面。那我天花板上面有一个电风扇哦，所以呢，其实就是在让这些根系干让它们能够有通风哦。那这个时候其实啊。静置的过程我就不动它们，不理它们哦。但是呢，在之前就是当我清洗完根系之后呢，其实我还是有用酒精还有双氧水来喷洒这些根系。其实啊，也就是另外一个机会，让我们来针对兰花的根系进行消毒然后除去掉一些可能还寄生在兰花植株底部或是根系上面的一些病虫虫或者是一些不必要的这些小生物把它们移除之后呢，然后消毒过后就静置在这个桌面上面，让它这些根系能够透风。那一般来说，我喜欢静置24小时之后呢，再开始进行做重新植入原先种植方式或新种植方式这样的一个动作。介质半水耕的介质啊，我家里面有的材料有2种，一种是比较小的这一种叫做 Mantle Clay， 另外一种背景后面比较大颗的呢叫做 Hydrocorn。 那它们的比例呢，其实我大部分都是按照我的感觉对于某一颗兰花的感觉去配比例，其实没有一定要怎么样的比例有些人单单只用大颗的那一种，然后整个容器里面都是大颗的。那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环境还有操作上啊，我似乎对于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混合，比如说1:1或是2:1，那2:1的话呢，还是以大颗的为主，就是说 Hydrocorn 大颗的是2部分对1部分的 Mantle Clay， 比较小颗的不是1原因是因为呢，我还是希望它这个杯内介质里面因为有比较多大颗的这种粒子，而会有比较多的空气跟间隙来让这个兰花的根系能够成长。那在杯子里面呢，我习惯在蓄水池的部分以大颗的为主，然后呢上面再加上一些小一点的粒子，然后再混合1:1或1:2的方式，再慢慢的植入兰花的根系。那这边看到的是，我也有不小心的时候，还是把一个兰花的根尖给弄坏了。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就是目前已经都重新种植好的兰花。那为什么我能够等1到2周之后再给水呢？原因2个。刚刚兰花在我准备要把水苔取出来之前，不是就泡过水了吗？所以它已经吸收过水分。再来呢，这个介质我在使用之前有清洗过，也有泡过水，所以本身是已经富含水分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其实它那个下面蓄水池的部分呢，是没有必要需要有那么多的水分的，而且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新的种植方式一下太多水分其实对兰花的根系也有可能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你可能在这片段你也有发现到就是兰花它的那个名牌其实我因为用的是透明的杯子，所以我是把名牌反过来放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是比较方便的。我个人喜欢这样子，原因是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常常抽名牌抽来抽去，因为有时候我做影片难免会需要就是提到兰花的名字。那我看到很多兰花朋友他们的名牌习惯是就是插着，然后这样常常拿起来又插进去，拿起来又插进去，拿来拿去的，我觉得有时候其实难免会伤害到根系。所以当我在重新种植兰花的时候，那如果它的这个杯子特别是透明的情况之下，我干脆就这样子其实我每次拿起来的时候就非常清楚，那这样大家也就比较容易能够看到兰花它的名字。那在这边你们也不妨多观察一下，就是说我在大小颗这样子比例上，在杯内这样的一个分布，其实我没有很刻意的说把它们弄得很均匀，因为有时候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空隙然后大小颗分布不均，其实也还好，因为其实大部分
的水都是在蓄水池，那蓄水池2个洞以上的部分呢，都是靠虹吸作用，慢慢的水分的蒸发，或者是石头跟石头之间它们吸水作用吸上去的，所以其实有一点空隙，其实就是让这个杯内有多一点的空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不要太夸张那这部分呢，其实还要蓝友自己多去做实验，多去体会才能够知道说，在你换盆的时候呢，针对某一颗兰花它的一个根系状况，是不是要用怎么样的比例跟怎么样的间隔？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妈妈照顾小孩必须要自己去细心体会，你才能够真正知道说大概要怎么样去做一些细微的不同的操作。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